最近有那么一段时间没有更新黄总他们的视频了，很多人都在问，是不是都觉得他们已经下锅了？好吧，今天就拍一下他们。你走，看一下，这就是啤酒鸭。哦呀，这是黄总。你们还认识哪一个是黄总吗？都大变样了啊！这一个颜色比较浅一点的，就是啤酒鸭，就是最右边那个。这就是你们一直想要看的黄总。那么它嘞就不用多介绍了，这就是小的时候很萌的那一只啤酒鸭。可能有很多新粉不太理解，让你们看一下他们小的时候有多萌。哎，真是岁月是把杀猪刀啊，太恐怖了。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，哎呀，多可爱呀！这啤酒鸭小的时候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，比这还萌。现在真是长残了。就是现在哦，没有更新它们，主要原因是什么呢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随着它们长大，这个叫声实在是太吵了。以前我都没觉得，别人邻居跟我讲，你家鸭子每天早上4、5点都开始叫，吵着人都睡不着。那时候我还在想，不对呀，我家黄总从来不叫，我都没听到过。后来我才突然发现，我睡觉的地方离放黄总的地方特别远，所以我没听到。就是刚才那几声叫声，就是每天早上声音都比这大几倍。我后来就把它放到我睡觉的楼下，真的我实在是受不了了，我都快疯了。每天早上就这样叫，而且声音比这个大很多倍。哎，就这样，一直叫个不停。你就说你们招架得住吗？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把它放养着，它到处拉粑粑。哎呦，太恐怖了，走哪儿拉哪儿，味道也特别的大。所以说，当邻居有意见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考虑一下，把它关起来了。结果关了一段时间，它就不大亲人了。你们看一下，现在我靠近它，黄总，我的天哪，黄总，锁喉，你还跑？我怎么对你的啊？你居然这么对我！你还是只鸭子吗？嘿，乖一点啊！哼，你也跑得太夸张了吧？哎，然后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很多人担心他们的命运，其实你们不用担心。说实话，平常我们家养的鸡，没有一点感情的我都下不去手，别说这个从小养的黄总。我也不知道它跟啤酒鸭谁是公谁是母，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只是母的。我还指望它们下蛋呢，吃鸭蛋，怎么会把它们给杀了呢？我会一直养着它们，你们相信我。
现在也就是炸鸡，勉强还看得过去，而且还挺亲人的。哎，好了，这是只小母鸡，我要等着它下蛋，吃鸡蛋。关起来了。这个鸟有几天没更新了，因为中间有2天没有训练，有点反生，所以昨天又开始训练了。现在就是能上手了。过来。直接站到手上了。现在它基本上不是特别害怕了。我等一下在室内把它放出来。现在我们已经拿到室内了，你看，不像以前那种一靠近它就怕得要命。我们拿到室内也拿到一个小一点的房间，因为防止它乱飞，所以最好这种鸟不要在室外去。开始，好，过来。它不敢出来，哎，出来了，吃了一口就跑了。啊，引导它过来，又吃了一口，跑掉了。来，过来，我现在要把它引诱到笼顶。哦，好的，现在上了笼顶，我们看一下啊，直接过来了。好，过来。这就是说这一步上手训练已经基本上可以了，就是尽量让它在手上停留的时间多一点，以后对这个手没有这种恐惧性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可以逐步的拉远距离来开始训教了。过来，啊，过来了。好，这个时候过来了一定要奖励。过来，过来，啊，好的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出来了怎么进去？这种怕人的鸟跟手养鸟不一样，手养鸟很容易，这种怕人的鸟它出来之后它很胆怯，然后对手也害怕，所以进笼是个问题，所以导致之前主人每次出来了就习惯性的用手把它抓进去。那看一下我的方法啊，我是怎么让它进笼的。来，拿低一点啊，拿低一点。来，先把它引诱到手上，它不敢。来，来，来，好，来 ，OK， 直接进去了。一定切记不要抓它，不要吓它。每次呢就这样训练。然后，如果它受到惊吓落到别的地方去了，我们也切记不要去用手抓，用食物引导，一只手拿食物，一只手放在前面，配合口令让它上手。过来，来，过来。现在我们的重点呢，就是要多架手，让它能在手上停多久就停多久，让它对我们这个人没有恐惧感，彻底的信任。还有一个就是注意的细节不能抓，然后我们一定要就是声音小一点，不要让它受到惊吓了，动作轻一点，不然的话它受到惊吓，它很容易反生，很容易对你这个信任感又消除掉。过来，其实它现在还是很怕我，只是为了吃的。但是它现在这种状态呢，已经可以出笼训练了。这是训练这种特别怕人的鸟，然后也不是手养鸟。如果手养鸟的话，它根本不怕人的，更好训，1-2天都可以去户外训练了。OK，就这样。